各位关心健康，也关心自己晚年生活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永驻，我是佑丽。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已经踏踏实实地走进了2026年。首先一定要在这里诚心诚意地跟所有老朋友拜个早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平安，心情顺遂，最重要的是咱们的荷包都能稳稳当当，顾得牢牢的。高兴话新年当然是开心事，但是佑丽今天这一集节目必须要先给大家提个醒，敲个警钟，因为接下来要讲的这件事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65岁以上长辈的钱袋子息息相关，一点都轻忽不得。大家是不是都有感觉？每年一到元旦，就像是政府许多制度重新开机的日子，从年金、补助到各种保费费率，常常都在这个时候一起调整。根据佑丽最近掌握到的最新政策讯息，从2026年开始，有3笔跟我们银发族生活贴得最紧的钱，金额真的出现了变化，有的变多了，让人开心，但有的却变少了，或者是要多付一点出去。更关键的是，里面有一笔钱，它是有申请期限和核对期限的。如果我们自己没注意，错过了那个时间点，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明年一整年都领不到，甚至会被直接暂停发放。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花一点点时间，把佑丽今天讲的内容好好听完。好，那我们就从第一笔，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一笔开始说起。这笔钱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月要缴多少，未来退休能领回多少，那就是国民年金和劳保的相关费率跟投保薪资调整。因为基本工资每年都会调整嘛，所以到了2026年元旦，国民年金和劳保的保险费率，还有那个决定我们缴费基础的投保薪资分级表，照往例也都会跟住一起修正。这里头啊，有听了可能会让我们皱一下眉头的消息，但也有值得我们放宽心，甚至开心一下的好消息。我们先从大家可能比较不爱听的部分说起吧。如果您目前还在缴纳国民年金保费，或者是透过职业工会来投保劳保的朋友，比如说自己做点小生意、接案子，没有固定老板的伙伴，因为投保金额往上调整了，所以从2026年开始，您每个月要缴的保费可能会比今年多出一点点。这个一点点大概是多少呢？少的可能50-60块，多的可能100块出头。有些长辈收到缴费单的时候，心里可能会嘀咕，我薪水又没涨，怎么保费突然变多了？佑丽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明，这通常不是政府算错了，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年金制度能够长长久久、稳健地运作下去，政府必须依照专业的精算结果，定期来调整费率。所以明年当您看到缴费单上的数字稍微高了一点，先别紧张，这属于正常的制度调整。虽然每个月从口袋多拿出几十块、100块，心里头难免觉得有点痛，但我们换个角度想，这也代表着您未来在计算退休年金的时候，那个基础也跟住垫高了一点点。长期来看，对我们自己的退休生活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说完要稍微多缴一点的，接下来就是让不少正在领取年金的长辈听了会比较安心、比较踏实的好消息了。这几年啊，物价涨得真的让人很有感，去市场买菜觉得贵，电费调涨了，日常的开销每一项都感觉在增加。政府其实也有相关的规定，当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CPI 累积成长达到一定的比例时，劳保年金就必须要跟住调升，目的就是为了对抗通货膨胀，不让我们退休金的购买力被物价给吃掉。按照目前的计算方式来看，到了2026年，预计会有一批正在领取劳保老年年金的长辈，每个月实际会进户头的钱会比现在还要再多一些。这可不是需要我们另外去申请的福利，而是政府依照物价的变动，主动帮大家的年金加薪，让大家退休后的生活不至于被节节高升的物价追着跑，喘不过气。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更明白了。如果您原本每个月领的劳保老年年金是2万元，这一次假设调升的幅度是 5.5%， 那您每个月大约就可以多领到1100元左右，一年下来就多了超过13000块。这笔钱不管是用来缴水电瓦斯费、买菜加个菜，还是过年时给孙子辈包个红包，都是非常实在的帮助。而且啊，这次的调整可不仅仅限于老年年金，如果您是领取遗属年金或者失能年金的朋友，这个调升的幅度同样都会一起反映在您的金额上面，政府会直接帮您算得好好的，自动会进您的账户，完全不需要我们再跑一趟去申请。
所以，如果您是符合这次调升资格的朋友，记得在明年1、2月份的时候去刷一下您的存折，或者打开手机网银看一看，确认一下入账的金额是不是比之前要多了一些。有时候政府的钱已经悄悄帮我们加进去了，但我们自己没留意，那就白白错过了这种钱变多了的小确幸了。如果您想更确定自己是不是在这次调升的名单里，也可以上劳保局的官方网站，用自然人凭证登录查询，就能看到完整的给付资料，从什么时候开始领，每个月领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权益，我们千万不要怕麻烦，该了解的就要去了解。说完了劳保跟国民年金这第一笔大项，接下来佑丽要跟大家聊聊的2笔钱。这笔钱跟我们每天看病、拿药都会用到的全民健保关系可大了。很多已经退休的长辈，健保费不是自己缴，就是依附在还在上班的子女名下，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则是在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投保。2026年因为基本工资调整的关系，健保的最低投保金额也会跟着往上调。这一点，很多人一开始都不会特别去注意。如果您是在区公所投保的长辈，从明年开始，每个月要缴的健保费可能会多出几十块。这个金额看起来好像不多，但一年累积下来也是一笔钱哦。如果您是依附在子女名下的，那受影响的就不只是您自己了，而是孩子每个月从薪水里被扣掉的健保费总额会跟着变多。有些孩子孝顺，不会跟爸爸妈妈说，但其实他们心里也会有点压力。这一点我们做长辈的如果能注意到，主动关心一下，家庭的气氛也会更加和谐温馨。在这里，佑丽要教大家一个很多家庭都适用，能实际省下钱的小技巧。如果您的子女不止一个，而且他们都有工作，请您一定要记得这件事。健保依附并不是一定要挂在薪水最高的那个孩子名下，因为健保费是跟着投保薪资走的，薪水越高，每月被扣的健保费就越多。我举个实际一点的例子，假设大儿子月薪8万元，小女儿月薪3万元。如果您把健保依附在大儿子的名下，每个月从他薪水里扣的健保费可能要好几百块，甚至接近1000元。但如果转到小女儿的名下，每个月的健保费可能就只要几百块。这一来一往，每个月就差了不少。一年算下来，省下来的钱真的可以多缴好几次水电费，非常可观。所以，趁住现在年底，大家不妨找个时间，跟孩子们坐下来好好算一算，看看目前您的健保是挂在哪一位子女的名下，有没有可以调整、优化的空间。如果确实可以更换，现在办理起来其实非常方便，用手机下载健保快一通 APP 就能线上处理，或者直接到户籍地的区公所临柜办理，只要带齐资料，几分钟就能完成。这种事早一点处理好，明年1月开始就能立刻帮家里省到钱。另外，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一个很多长辈很容易忽略，但其实非常关键的细节，那就是2代健保的补充保费。如果您有股利收入、房租租金收入，或者是银行的定存利息，只要单笔金额超过2万元，就会被扣一笔 2.11% 的补充保费。随着基本工资的调整，相关的扣费门槛未来也可能跟着变动。如果您本身有在投资股票、基金，或者是当包租公、包租婆，这一点一定要特别留意。有时候，我们只是简单的把一笔大额定存分成2笔，在不同时间存入，或者是让股利不要集中在同一次发放，就能在完全合法的范围内，减少被扣到补充保费的机会。这不是钻漏洞，而是制度本来就允许的弹性运用。我们多懂一点，就能帮自己把钱顾得更好。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佑丽在标题里特别提醒大家的重点，也就是那笔一旦错过，就可能一整年都领不到的钱。这件事情其实每年年底都会发生，但为什么说2026年特别容易出问题呢？请大家一定要听仔细了，这指的就是政府在每年年底会进行一次全国性的社福津贴资格总清查。不管您现在领的是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还是其他任何一种由政府发放的福利津贴，都要牢牢记住一件事，这些钱不是我们申请一次就能领一辈子的。政府每一年都会重新检视您全家人的收入、动产项存款、股票，还有不动产项房子、土地的价值。只要审查后发现条件不符合当年的标准，津贴就会被调降等级，甚至直接被取消资格。为什么说2026年特别关键呢？原因就在于这2年，不管是房价、公告地价，还是整体的资产评价，都出现不小的波动。
政府在计算财产的时候，不只是看您银行存折里有多少存款，还会把股票、基金、有解约金价值的保单，甚至是您名下的汽车、不动产，全部一起算进去。只要全家的总资产超过了政府规定的那条线，哪怕只是多出1块钱，从2026年1月开始，电脑系统就可能自动把您的补助资格取消，或者降一个等级。这里一定要特别说清楚很多长辈最容易误会的地方，那就是资格是怎么算的。不少人以为政府只看自己有没有钱，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制度是以全家平均来计算的，所谓的全家，通常包括您本人、您的配偶，还有您的一等直系血亲，也就是您的子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明明自己过得很省，名下也没什么财产，却突然被通知取消补助，原因往往不是出在自己身上，而是出在子女那边。最常见的状况就是子女这几年工作比较顺利，薪水调高了，或者他们自己努力买了房子，有了积蓄。这些资产和收入在政府的计算公式里都会被列入家庭总资产来平均计算，这样一平均下来，整个家庭的条件就可能超过了补助的标准。即便实际上孩子的钱并没有拿来给父母用，但在制度的认定上还是会被判为不符合资格。佑丽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例子。我认识一位长辈，去年原本都固定领着一笔生活津贴，结果年底的时候，他儿子刚好多领了一笔不错的年终奖金，导致全年的总收入就刚好超过门槛那么一点点。区公所后来寄了通知信给他，请他补一些证明资料，但他以为只是一般的公文，没有特别留意，就这样放着没处理。等到隔年1月，发现津贴怎么没进账，慌张的去问，才知道资格已经被取消了。那时候再去询问补件，期限早就过了，只能等到下一年重新提出申请，接受审查，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这里佑丽要特别再三的提醒大家，如果最近您有收到区公所寄来的公文，上面写着要您补件、核对资料，或者是要求提供子女最新的薪资证明、所得资料，请您一定要在12月底之前把这些资料准备齐全，寄回去或者亲自送到公所承办人员手中。这些信件真的不能当成广告信随便丢掉，也不要因为觉得手续麻烦，就想着哎呀，改天再弄，放着不理。一旦错过了政府给的时效，明年一整年每个月几千块的补助就可能真的飞走了，想领都领不回来。如果您现在心里有点不安，不确定自己家里的状况会不会刚好卡在门槛的边缘，其实不用被动的等公文来，也可以主动打个电话到您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社会课或社政课去询问，问清楚2026年度的补助标准是什么，自己先根据家庭状况算一算，做到心里有底。这一步多问一句，可能就能帮我们保住一整年安稳的生活费。讲完了这些比较严肃，也比较让人心里紧张的重点。最后佑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开心的小道消息，让心情放轻松一点。2026年的农历春节落在1月底，依照过去这么多年的惯例，政府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安心过个好年，很多年金、津贴、补助通常都会赶在过年前提早入账。所以不只是劳保老年年金，像是国民年金给付、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中低收入户的相关津贴，往年也大多会一起提前发放。也就是说，原本可能是每个月25号月底才进账的钱，在2026年1月很可能会提早到月中，甚至20号左右就先发下来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手机的入账简讯通知，或者记得去刷一下存折。看到钱提早进来，心里踏实了，办年货、准备红包也会更有余裕。不过话说回来，政策年年都有可能微调，我们自己的荷包真的还是要自己多费心顾着点。尤其是前面讲到的社福资格年底总清查，还有健保补充保费的细节，这些都是很多长辈一不小心就会忽略的地方，但偏偏他们的影响又非常大，一疏忽可能损失的就是好几千块，甚至像我们说的一整年的补助就没了。佑丽也要在这里多唠叨大家一句，现在的诈骗集团手法真的非常狡猾，他们很清楚，年底的时候很多长辈都在关心补助、年金有没有入账，很容易就假冒成政府单位的人员，打电话给长辈，说您的补助出了问题，账户被冻结，要求您配合操作提款机 ATM， 或者把钱转到什么监管账户、安全账户。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真正的政府单位
绝对不会打电话叫您去操作 ATM， 也绝对不会要求您汇款到任何私人账户或者他们指定的所谓安全账户。所有正式的通知一定都是以书面公文为主，或者需要您本人亲自到区公所办事处的柜台办理。如果接到这种来路不明的电话，只要对方一提到钱，一提到操作 ATM， 不要犹豫，直接挂掉电话。我们宁可自己多跑一趟公所去问清楚，也千万不要冒任何风险，让辛辛苦苦存下的养老金被骗走。关于2026年元旦上路的这些新调整、新制度，您自己最担心的是哪一项呢？是保费可能增加，还是补助资格会不会被调整？欢迎您在下面留言，跟佑丽聊一聊，也让其他老朋友一起来参考，互相提醒。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一集的提醒对您或者您的家人真的有帮助，麻烦您帮佑丽按一个赞，也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提醒他们不要错过这些重要的时间点跟权益。我是佑丽，这里是健康永驻，我们下期再见。